很久没有玩到纯度如此高的大粪玩具了，喜欢看老牛吃食的你们有福啦！大家好，我老牛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 HAF 的古力特。市面上古力特可选择的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像是梁校社的 The 合体系列，老牛很喜欢的 ACT 系列，以及未来会发售的真骨雕系列。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 Evolution Toy 所推出的 HAF 系列的古力特，甚至于说网上连个测评都很难找到。那么今天老牛就带大伙儿尝尝这款的咸蛋，也可以拿它和之前老牛测评过的 ACT 古力特做个对比。我们这边简单过一下包装盒。这边我们拿它和 ACT 的古力特内容物做个对比，可以看到这两款大部分的配件都是相同的。ACT 相较于 HAF 而言会多一个光线特效键，但是会少一把斧头。OK， 那么我们来把 HAF 的主体给取出来看一下吧。我的妈呀，兄弟，这宛如一个腊肠狗的身材比例，这宛如大头儿子的脑袋，这宛如动力小子的细腿，真的是让人非常难崩啊！而且这款玩具居然是发布于2020年的，这表现你跟我说它是古力特播出时候的当时物我都信啊！而且这一盒售价居然要8800日元，我们把12年发售售价仅3200日元的 ACT 古力特放到它旁边，整个就是一个高下立判。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脑袋还原度其实还是勉强可以的，只不过是做的有点太大了，而且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做的这么矮，而且 ACT 的头顶水晶都用了透明件啊，你这个居然用的是一个纯涂装。而且我们看一下身体 ，ACT 蓝色的部分用到的也是透明件，这款 HAF 用到的依然是一个涂装，不过皮套上这块本来也就不是透明件，这个属于 ACT 的加分项，不算是这个 HAF 的扣分项吧。这个 HAF 手腕上的图案简直是在糊弄人啊，一点起伏落差都没有，就是单纯的画了一个涂装上去啊，而且画的还不规整，简直就像小孩画的。这边拿 ACT 对比一下，依然是一个纯爆杀，这个左手上的护腕在锐度上被 ACT 狠狠的爆杀，一个玩具能被8年前售价仅自己1/3的玩具在工艺上爆杀，真的是没谁了。小臂是一块独立的分界，把玩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关键你脱落就脱落吧，你给里面上什么涂装啊？这小臂上测的全都是白色的涂装。下半身铠甲的部分 HAF 和 ACT 一对比也是非常肉的，而且这个 HAF 直接少做了膝盖甲，你一个走还原度路线的产品线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而且你看这个脚腕上的护甲，如此昂贵定价的产品做的居然跟儿童玩具一样糊成一坨了。作为拥有一整条产品线的产品，它身上肯定是有这种安装装甲的装位的，但是就把这两个大坑摆在这，直接放弃治疗了，是我没想到的。ACT 后面的装位好歹平时是拿盖板挡住的呀。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的可动性，头部上下左右的幅度其实是非常好的，但这个脑袋你在左右掰的时候会有一个回弹的现象。这个大肩甲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就直接坐在手臂上的，平台的幅度肯定想都不用想。大臂做了一处平转关节，手肘弯曲90度多一点，胸腰的可动幅度也是非常一般的，基本上上下左右是没什么幅度的，大腿前踢90度，侧踢也是90度，然后这个屈膝的幅度简直逃完了。明明做了一个双段关节，我寻思这怎么做都不可能差到哪去吧，结果膝盖后面根本就没有做关节的避让，屈膝幅度最大就这么多，脚的左右接地性也是一点都没有，最后就脚尖一段可动，这种宛如大粪一样的可动性做出来连战尸都不够格，就这东西你卖8800日元啊！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款重复的配件吧。首先是这个盾，左边是 HAF， 右边是 ACT， 还原度这方面做的都比较一般，但是在把手部分 HAF 有上金属色的涂装，而 ACT 就是一个纯黑，而且 HAF 作为一个盾牌来说会显得更加厚重一些， ACT 就显得像一个塑料片。不过 ACT 这个盾牌是可以活动的， HAF 则不能。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键，依然是左边是 HAF， 右边是 ACT， 可以看到 ACT 的这个键是采用了非常亮的这个电镀工艺， HAF 则就是单纯的金属色了，而且可以看到 ACT 是要比 HAF 做的更大更粗的，明明 ACT 的人偶是更小的那一个，这个键确实做的感觉有些小了，把玩起来会感觉非常别扭。然后是这个古力特圣剑的对比，左边是 ACT， 右边是 HAF 键比部分会大一圈，剑刃部分就是 ACT 更大了。虽然说 HAF 的配件部分做的还不错吧，但是这狗屎的可动性注定了它摆不出什么好看的 pose 啊。最后这还有个 ACT 所没有附属的斧子，这与圣剑的下半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上半部分略有改变，我们这边就简单一笔带过吧。那么以上就是这款 HAF 的古力特，真的是差到没边了。不过今天我们说的只针对 Evolution Toy 20年发售的这款特摄版本的古力特，今年还发售了一款动画版本的，那款老牛没玩过就不知道了。总之这款 HAF 特摄版本的古力特真的是太烂了，这玩意儿现在市场价要3-4张，千万不要买，真的是太烂了。我给的不一人就是被几十笔绝不得了，老牛怎么一个几十笔子一